有冇搞錯啊？咁啊今日當然即係同大家講下呢個特朗普見呢個普京啊，跟住咧歐洲同埋澤連斯基所有呢啲啊喺世界上邊係比較重要呢啲咧，呢幾日都嚟咗美國係嘛？即係大家做咗一個談判啊，跟住咧就好有可能啊會達成一啲協議啊。咁啊當然就對中共嚟講即係好尷尬啊！而家嚇即係會後邊會發生乜嘢咁樣，同大家講下呢個國際上邊呢啲嘢嚇。咁啊首先我哋講啊，上個星期五嗰時咧係幾多號啊？上個星期五即係15號啊，15號咧特朗普同埋普京喺阿拉斯加咧就見面，非常之戲劇性嘅一件事，咁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呢個係 BBC 嘅報導啊，咁攞下佢啲圖片先嚇，兩個人喺呢個阿拉斯加嘅呢個美軍嘅空軍基地見面嘅，咁紅地毯啊，特朗普親自去飛機下邊接佢。入嚟之後，兩個人握手，咁請佢坐咗佢嘅總統專車。呢個特朗普請呢個普京咧坐咗佢專車，呢個叫做 Beast， 就係野獸嘅一個即係最深嘅一個美國總統嘅專車一齊去。咁當然就兩個人喺機場啦。不過咧就比較有意思嘅發生嘅嘢咧就係。呢個喺機場嗰時啊，兩個人一握手嗰時咧，空中飛機飛過，咁一個 B2 一個轟炸機，咁喺上邊旁邊咧有4架 F-35半飛過去，咁當然普京話睇咩回事啊？咁大聲啊嚇，咁特朗普就拍下佢冇嘢好安全。其實係一個示威嘅啫，呢啲都係全部都係美國最深嘅嘢，最犀利嘅嘢。咁兩個人當然咧就入咗去，去傾咗3個鐘，出嚟之後咧就兩個人見咗記者會，普京就講咗差唔多6-7分鐘到啦，咁6-7分鐘咧就其實冇講任何嘢嘅，只係講咗美國同呢個俄羅斯同前蘇聯啦，其實之間嘅呢個歷史上面嘅好多關係我諗主要係講第二次世界大戰，講第二次世界大戰雙方關係好好，一齊打敗咗呢個德國就即係大家回顧一下啦，冇實際嘢。到呢個特朗普講嘢特朗普就話：我哋達成咗一啲即係呢啲共同嘅。一啲即係共同點，但係有一啲未達成，不過唔緊要但係佢又冇講乜嘢有呢個達成咗協議，乜嘢未達成協議係咪？就係10分鐘左右咧，呢個記者會就冇啦，冇咗散會，大家自己翻去自己翻屋企啦。當時我睇到呢個電視我會覺得應該冇乜。應該冇傾到乜嘢冇講到任何嘢，即係冇效果啦，冇成效啦。因為好簡單我覺得呢個特朗普咧係一個大嘴巴嚟嘅嘛，即係佢心裏邊諗乜嘢，腦裏邊諗乜嘢，即刻講出嚟嘅。所以如果佢達成咗有一啲嘢，佢應該係即時講出嚟嘅。所以我睇佢完全喺記者會上邊冇講啦，我覺得呢個係咪即係講可能冇嘢啦？點知我完全錯咗。佢即刻打電話俾澤連斯基烏克蘭總統，跟住打俾歐洲嘅呢啲領導人。去到呢個18號，即係美國嘅星期一18號嗰日咧，就澤連斯基英國、法國、德國、芬蘭意大利、歐盟同埋北約嘅領導人全部一齊7個人組團啦，飛過嚟華盛頓。18號就喺華盛頓就傾，同呢個特朗普傾，
傾完之後咧，傾到一半嗰時咧，就呢個特朗普啊就話：好啦，傾到差唔多，大家諗住即刻攞個電話打電話俾普京，仲開咗個 speaker， 咁啊即係大家都聽到啦，佢講乜嘢啊？跟住就喺當場就確定2個星期之內，普京同澤連斯基兩個人見面談判，兩個人會談判。如果談得好順利嘅話咧，特朗普就會入去參加，就變成3方談判。即係特朗普就同澤連斯基講得好明白，好簡單，你可以繼續戰鬥，或者你可以翻屋企咧，重新劃過嗰個地圖，重新劃地圖咁嘅意思。如果你要打，咁啊一定死人㗎啦，你可以繼續打嘅，係咪？即係會死好多人嗱。如果唔係咧，大家就而家嘅問題，而家有個大概有個協議有個確定，咁我哋就停戰，就唔打啦。好啦，而家嘅睇起嚟啊，歐洲方面都係咁，即係都同意啦。烏克蘭方面都同意啦，普京方面都同意，願意傾。當然特朗普係佢促成嘅，所以呢一件事咧，如果真係促成咗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停火就或者係和平條約，咁當然就係一件全世界一件好大一件事。咁有啲朋友就講啦，2025年8月18號呢一日應該係記載入歷史嘅，因為之前搞到好緊張嘛，可能要打呢個核子戰爭嘅。咁到今日咧就好明白，大家願意傾，雖然仲未傾掂，但係大家願意傾呢樣嘢。好啦，呢個入邊咧有幾樣嘢。第一佢哋全部談判嘅人全部冇講係咩條件冇人講，冇人講。我哋淨係靠斷估靠估嘅啫，因為唔同嘅消息來源啦，講咗好多嘢，咁斷估。咁普京願意傾談判2個條件：第一，克里米亞唔使攞翻啦，一定俾俄羅斯啦；第二，頓巴斯嗰個2個州，烏東嘅4個州嘅唔係全部地方啦，大概係4個州裏邊嘅2個州，可能要而家佔領嘅地方，俾俄羅斯佔領嘅地方，可能就變成俄羅斯啦。另外嗰2個省，一個扎波羅熱，一個克爾松，嗰個地方可能一部分還俾呢個烏克蘭，但係有一部分可能會去俄羅斯。點解俄羅斯堅持要呢個扎巴羅熱同埋克爾松呢2個州咧？都俾大家睇下呢個地圖先得嘅。好嗱，大家可以睇呢個烏克蘭嘅地圖嚇。呢個就係佢嘅東部嘅地方嚇，東部。而家戰爭嘅地方喺呢度呢度係頓巴斯地方，2個州，一個盧甘斯克，一個頓巴斯克2個州喺呢個地方。咁呢個係扎巴羅熱，呢度克爾松4個州。所以為咗供應呢個克里米亞，俄羅斯係需要一條陸路嘅通道入呢個克里米亞，尤其克里米亞嘅淡水係由呢啲地方供應嘅，所以對俄羅斯嚟講，如果淨係有克里米亞，冇呢個克爾松，冇呢條河嘅呢個水庫嘅淡水供應咧，呢個係其實好困難嘅，好困難。所以對於俄羅斯當然想諗另外一啲辦法啦，所以而家究竟會發生乜嘢？當然冇人知，冇人知嚇。對於烏克蘭嚟講，佢而家烏克蘭已經有50幾萬人傷亡，死咗幾廿萬人嘅一個2000萬人口嘅
國家，2%嘅人口已經係即係戰死啊，已經係即係死咗。一場戰爭其實係好大一件事嚟嘅，當然佢好難去持續落去。而家係如果冇歐洲主要係如果冇美國支援佢咧，佢係捱唔到落去，繼續戰鬥咧係好難嘅。所以而家即係對於呢個特朗普嚟講，佢話我唔想有戰爭，我想呢個停戰。所以對於烏克蘭嚟講，佢一路都講，佢意思係可以停戰。當然佢嘅條件，公開條件，我領土唔可以放棄但係我可以停戰。問題喺邊度咧？停戰之後點樣保證個安全？我哋烏克蘭以前係停過喎，係咪？我以前將所有嘅核武器全部放棄咗嘅。大家都講可以保障我嘅領土安全、國家安全，點解而家冇得保障？咁而家又嚟一次我又可以放棄東部嘅一啲領土，放棄克里米亞，但係邊個保障咧？呢個係對於烏克蘭嚟講係一個最大嘅問題。第三樣嘢，普京話呢個烏克蘭唔可以加入北約呢個特朗普都講，佢唔使加入北約，我哋唔俾佢入北約所以所有3個條件而家都滿足咗普京嘅，咁就變成咧好多人好多媒體就鬧佢啦，鬧呢個特朗普但係有一個問題係有意思嘅。特朗普喺呢個會上邊已經講咗，美國會提供保障、安全保障，咁應該係歐洲人去負責，唔知歐洲邊個國家可能會派軍隊或者點樣，但係美國人咧已經講明佢唔會提供地面部隊地面部隊冇唔等於空中部隊冇空軍有海軍有所以呢樣嘢咧就係美國應該係都提供呢個安全保護。另外一樣嘢咧就喺烏克蘭嘅東面咧有礦有呢個稀土有礦。咁烏克蘭已經講咗同美國人一齊去建嗰個礦，用呢個礦嘅收入補償以前咧即係以後買美國人嘅武器或者其他產品。呢一次據說呢個喺呢個白宮裏邊談判嗰時都傾咗一項有差唔多900億嘅武器，即係烏克蘭向美國買。當然烏克蘭係冇錢嘅，但係佢可以用烏東嘅一啲礦一啲呢個稀土礦嚟代替。即係我賣咗呢個礦。即係呢個礦嘅錢，即係等於俾美國佬啦，等於俾美國佬啦，即係唔係無償嘅所以呢樣嘢咧，即係美國人如果喺上邊有礦你可能有一啲公司喺度，咁美國人當然會有一個心思去保障呢個烏克蘭嘅呢個問題啦，呢個安全嘅問題。所以而家咧就大家會傾到。而家歐洲當然歐洲可能有意見，佢唔想咁樣做，想即係譬如話德國、法國、英國呢啲國家佢有佢自己諗法，尤其係德國同埋法國啦。大家知道，德國人就講啦，梅爾茨咧就講，佢話我哋需要一個停火嘅協定，我哋唔係要一個和平嘅協定。呢句說話咧，可能有一啲朋友唔係好清楚，乜嘢叫做停火嘅協定，乜嘢叫做和平嘅協定咧？對於特朗普嚟講，佢需要一個和平嘅協定；對於普京嚟講，佢都需要一個和平嘅協定。對於烏克蘭嚟講，如果係即係佢哋即係唔需要和平，但係佢唔一定需要一個和平嘅協定啊嘛。歐洲人就係另外一種諗法啦。所以呢樣嘢有意思，佢分別喺邊度咧？
就大家睇呢個而家嘅韓國南北韓啊，喺38線嗰度有一條停火停戰嘅一條線大概嗰個位置，咁啊中間劃咗一條非軍事區，咁啊就即係唔會部署軍隊喺入邊啦。停火嗰個係停火，嗰個唔係政治認可嘅和平協議，而係停火協議。停火即係話我哋打到邊度，我哋停喺邊度，我哋唔打啦我哋唔打啦。後邊國家統一或者領土點樣去劃分，咁啊以後先傾，但係而家唔打，即係有一個實際控制線，同埋有爭議嘅控制線呢個有爭議嘅邊界，呢個實際控制線同呢個我認為邊度係我嘅，但係我有冇控制係另外一回事。好似中國同埋呢個印度而家都有一個好多嗰個領土有爭議嘅，但係嗰度咧就都冇軍事，即係冇打過大嘅，即係而家係冇一個大嘅軍事嘅對抗啦。但係如果係停火協議就係咁嘅意思啦。大家喺呢條線上面停火，我又唔打你，你又唔打我，大家即係有人睇住聯合國維和部隊或者歐洲人睇住，或者邊咩咁樣睇住之後咧，就大家唔打啦大家唔會去繼續作戰啦。但係呢個爭議係未解決嘅，懸而未決擺喺度。如果和平協議咧，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就係雙方簽一樣嘢，我哋終止就唔會打仗啦，唔會作戰啦。但係咧，我承認你嘅領土，你承認我嘅領土，咁啊就係一個大家國家係政治認可對方嘅權力，咁就係和平啦。當然和平唔一定係咁樣嘅，和平可以係你投降都可以和平噶好似以前咧第2次世界大戰係咪日本人投降咗啦，就唔打仗啦嘛，都係實現和平嘅一種方法嚟嘅。咁所以而家嘅問題就係咁樣，所以好多呢個歐洲嘅一啲領袖就唔忿呢一口氣，所以佢哋唔想要一個和平嘅協議，而係想要一個停火嘅協議。停火雖然都係唔打仗啦，即係冇戰爭啦，但係佢唔等於戰爭結束，所以而家韓戰理論上邊係未打完㗎，只係停火嘅啫。所以而家即係變成一個危險地帶啊嘛，即係會危險，因為特朗普係想要一個和平嘅協議呢個俄羅斯都係想要，因為對於俄羅斯嚟講打咗咁耐，已經打到都幾慘嘅，俄羅斯嘅人死傷都好巨大，佢對於俄羅斯經濟損害都好嚴重，所以佢都打唔到啦。大家而家冇晒利氣，就而家停喺度。咁究竟後邊會發生乜嘢？咁我哋睇大概2個星期左右，烏克蘭總統就係呢個澤連斯基同埋普京2個人嘅見面。咁而家仲未傾掂喺邊度見？而家瑞士講得最咩啦？就係過嚟日內瓦，我提供地方，你哋雙方喺度談判就係2個人見面。咁應該到時咧，呢個特朗普都會去。佢話咧，如果雙方傾得掂，如果有咩協議，就由雙方嘅2方嘅談判就變成3方嘅談判，即係意思美國人就喺呢個問題上邊咧變成一個中人，一個中介人，一個經紀啦。我就負責見證同埋之後嘅點樣監督、點樣維持，就當然同美國人有關係啦。所以呢一場戰爭咧打到呢度咧係差唔多，後邊會發生乜嘢未必
一輪可以傾得掂，但係咧就起碼大家見到曙光啦，就係呢個戰爭，烏克蘭呢一場戰爭打咗差唔多3年啦，咁3年幾啦，2022年開始啊嘛，到而家2025年啦，3年半啦就嚟啊，所以呢一場戰爭可能會打完啊，會打完呢一場戰爭係我哋講係有限戰爭，佢唔係全面戰爭啊，係非常之咩嘅，但係歐洲譬如話德國、法國，即係英國都係啊，唔高興，但係佢哋好明白，而家係特朗普嚟主導呢個世界上邊可以主導呢個局勢嘅，係只有美國一個國家可以主導。咁啊，而家嚟講，只有特朗普一個人可以做呢一件事，所以如果你同佢反面，冇你好處啦，即係有問題嘅。咁歐洲咧，除咗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嘅領導人去之外咧，芬蘭嘅總統都去，斯達莫佢都去嘅。芬蘭嘅呢個大家睇地圖啊嚇，我可以睇地圖喺呢度咧就係芬蘭嘅北約嘅芬蘭，唔係即係北歐嘅芬蘭。芬蘭曾經佢個發生過同樣嘅同烏克蘭差唔多嘅一件事，因為芬蘭咧呢個地方啊，以前都係即係俄羅斯嘅地盤嚟嘅，即係喺共產黨統治俄羅斯之前，芬蘭都係呢個沙皇俄國嘅一個地盤嚟嘅。雖然佢唔係話完全係中央管理但係佢都係同呢個烏克蘭差唔多，都係佢雖然有地方嘅勢力，但係佢係當時嘅俄國嘅一個部分。所以10月革命之後咧，佢哋就獨立咗。當時烏克蘭都想獨立，點知烏克蘭嘅軍隊打唔夠呢個蘇聯紅軍打，咁就當然就變成咗蘇聯一部分啦。但係芬蘭嗰時咧就係蘇聯咧係冇力量去打芬蘭，所以芬蘭就獨立啦。就由呢個1917年一路獨立去到1940年，去到3940年嗰時咧，史達林嚟啦。佢又覺得可以呢個自古以嚟都係我嘅，神聖不可呢個分割，係咪？所以派軍隊衝入呢個芬蘭去搶翻嚟。芬蘭當時有幾百萬人，即係300萬人到啦。但係蘇聯嘅紅軍動員咗50萬，哇！犀利啊，好多人。芬蘭嘅軍隊加埋全部男人可以戰爭嘅上去得幾萬人700萬人。咁一仗打落嚟咧，就俄羅斯即係當時係蘇聯嘅紅軍就慘敗，即係敗得好犀利俾人打得好慘打好慘之後咧，就當然就係芬蘭就提出我同你談判之後，芬蘭咧就將領土割讓咗一部分就俾蘇聯，包括呢個芬蘭嘅東部嘅一啲地方譬如話呢個半島呢個大嘅地方，包括呢個聖彼得堡嘅呢個後邊嘅一大地方，呢啲地方咧以前都係芬蘭嘅。咁俄羅斯話唔得你距離我呢個聖彼得堡太近啦，因為聖彼得堡咧即係而家都係俄國嘅好重要嘅城市，相當於中國上海咁你咁近，威脅太大，你就可以退翻去，所以就將中間嘅一部分領土咧就割讓咗俾俄羅斯。咁而家由芬蘭到聖彼得堡呢個位置呢個地方大概係150公里啦。以前據說以前就20公里一炮就可以打過去嘅，所以就芬蘭割讓咗之後咧，就芬蘭都承諾佢唔會加入其他嘅一個國際嘅同俄羅斯同蘇聯有敵對嘅呢個勢力
所以芬蘭咧就維持咗佢嘅獨立，維持咗佢嘅和平，一路到而家。所以呢一次芬蘭嘅總統都過嚟美國華盛頓，同呢個歐洲嘅領袖，同呢個澤連斯基一齊見特朗普。呢個係非常之有意思嘅一件事，因為芬蘭嘅總統就用芬蘭嘅歷史嚟講俾大家知，講俾大家知呢個政治係咩回事。因為佢有個例子，我有個曾經做過一咁樣嘅嘢，所以呢樣嘢咧就係都幾有意思嘅，係嘛？喺芬蘭咧係。其實係呢一次烏克蘭戰爭裏邊咧，對芬蘭嚟講啊，佢係一個最大嘅一個受益者。點解啊？因為佢加入咗北約，所以而家其實對俄羅斯嚟講啊，呢個地緣政治上邊係一個大失敗。因為佢之前咧打呢個烏克蘭，佢就驚烏克蘭咧加入北約啊。如果加入北約咧，就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啊就變成北約同埋俄羅斯嘅邊界，就喺呢度呢個邊界就變成北約啦。所以佢打死你佢都唔俾你入北約。但係呢一場戰爭打咗一輪之後咧，變成咩咧？變成芬蘭入咗北約，同俄羅斯之間呢1500公里嘅共同邊界變成俄羅斯同北約嘅邊界。等於俄羅斯嘅安全嘅問題，其實有冇解決呢？佢唔想面對北約嘅問題，其實冇解決到，係嘛？反而係嚴重啊！但係而家俄羅斯係冇辦法，佢支撐唔到呢個戰爭，佢打唔到落去，只能夠停火啦。好啦，呢個睇起嚟啊，呢一場戰爭好有可能喺幾個月之內咧就真正嘅停火，真正停火。所以而家比較有意思嘅、比較尷尬嘅就係中共。中共係非常之尷尬。大家記唔記得王毅幾個月之前去歐洲，曾經對歐洲人講：我哋點解要支持俄羅斯呢？因為我哋唔想俄羅斯打敗。如果俄羅斯打敗咧，美國人就會抽身由呢個烏克蘭咧去亞太地方就對付我哋啦。所以我哋唔可以要佢打俄羅斯敗。所以佢表示呢個咩意思咧？因為歐洲指責佢啊嘛，你點解支持俄羅斯侵佔人哋嘅地方係咪？即係王毅喺度用呢一種嘅方法嚟同歐洲嘅外交官嚟講，歐洲人當然唔理解，人哋又唔係着你條褲，又唔係着你對鞋。我諗當然係有問題啦，係咪？即係所以，其實你諗下呢個問題，對於中共嚟講，邊個輸邊個贏唔係最重要嘅，最重要係你哋繼續打落去，你嘅戰爭繼續發生，你哋雙方死人打到越激烈越好，死得人越多越好，咁樣咧就可以吸引住歐洲嘅力量，吸引住美國嘅力量喺嗰度。唔單止俄羅斯唔可以輸，最好烏克蘭都冇輸，係咪？兩邊都冇輸咧，做咩你戰爭繼續打落去，先至對佢嘅目標係最好嘅，係咪？除咗王毅講呢段說話，大概3年幾之前咧，20大之前呢個栗戰書都去咗訪問俄羅斯嘛。當時俄羅斯電視台已經放咗出嚟啦。栗戰書講：你哋打呢個烏克蘭係咪？我哋喺國際上邊多方策應。呢個係俄羅斯嘅電視台放咗出嚟嘅。咁即係你係配合俄羅斯係做呢一個戰爭嘅。所以呢一件事咧，即係好啦。而家如果真係停火嗰時咧，對於中共嚟講咪好尷尬，係咪？因為你唔想佢停咩，而家要停啦。所以而家你睇中國外交部非常之有意思嘅，有記者尋日星期一
去問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嘅講法係講咩？中國外交部講，中方唔係戰爭嘅發起者，都唔係參與者。廢話，冇人話你係參與者啊，係咪？中方嘅立場係咩？維持領土嘅完整主權嘅乜嚇。人哋唔係問你呢一件事啊，記者問你點樣睇俄烏戰爭最新嘅局勢發展？即係雙方要傾啦，要談判啦。歐洲人而家要同俄羅斯又和解啦，要傾呢樣嘢啦。你點樣點樣講咧？係咪點？你點睇法？起碼如果人哋講兩個人喺度打交兩個人而家唔打啦，要停火啦，大家和好啦。問你點睇？你話關我乜差事啊？係咪？又唔係我打，你可以咁講嘅，但係說明乜嘢咧？說明你唔高興，係嘛？即係中共方面其實表達就係咁嘅意思，佢唔高興，佢話唔係話戰爭和平係一個好事啊，即係大家冇打仗啦，係一個好嘅進展啦。我哋係希望睇到有和平啊，冇有戰爭，佢唔會講呢一啲說話嘅。所以中共而家係相當之尷尬，即係呢個立場相當之尷尬。因為呢一次談判嘅時候咧，特朗普都幾衰下嘅。特朗普同呢個普京講，佢話係對俄羅斯嚟講，你哋天然嘅最大嘅敵人唔係喺歐洲啊，係喺東方，喺中國啊，即係佢咁樣係直情去講，人哋兩個人談戀愛，兩個人關係好，即係特朗普特別去講咁樣一句說話咧，當然即係好有意思啊，督佢出嚟，因為中國嘅呢個崛起啊，係真正係直至威脅，感到壓力越嚟越大嘅，當然就係俄羅斯啦。當然就係俄羅斯。大家睇呢個地圖啊嚇，俄羅斯70%嘅土地係喺烏拉爾山呢個地方啊，烏拉爾山以東有1300萬平方公里啊，成個俄羅斯得400萬平方公里，即係烏拉爾山以西嘅地方得400萬，以東咧有1300萬，但係人口有幾多咧？全部加埋4000萬，4000萬啊！而且係主要喺比較靠近烏拉爾山附近嘅工業區，同埋比較向南部嘅一啲地方。所以遠東嘅靠北邊，靠遠東呢啲地方咧，人口好少，尤其係遠東人口啊，可能即700幾萬人，700幾萬人咧，成差唔多有即係有800-900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唔到一個人，而同中國之間嘅邊界，呢個東北嘅邊界圍界咧，呢一邊3個省裏邊就有差唔多1億人。呢個環境啊，即係好似一個水庫，一個大水壩，呢邊水好高，嗰邊水好低。呢個自然嘅呢個本性嘅力量就係擴散啊嘛。中國人可能會去嗰邊發展。如果做生意種菜、斬樹、挖礦，係做其他嘢，就變成中國人湧過去就嗰度。我同大家講，幾十年之內一定變成華人嘅地方。所以俄羅斯人佢可以要韓國人去嗰邊做嘢，日本人可以做嘢，呢個蒙古人可以去，越南人都可以去，印度人都可以去，但係中國人唔得。佢控制中國嘅公司，控制中國人喺當地係控制得特別死嘅，因為好簡單，就係呢一個力量好大。
就係特朗普講嘅，就係天然嘅最大嘅敵人就係中國啦。所以而家呢樣嘢佢講得啱唔啱？都啱嘅，係咪？即係俄羅斯不嬲都係最擔心中國人喺呢一邊嘅發展，將呢一塊地方搶咗過去。呢個係俄羅斯人嘅一個好有傳統嘅一個安全嘅最大嘅恐懼。中國政府幫俄羅斯講嘢啊，成日都講一句說話，就係俄羅斯嘅安全方面嘅呢個擔心應該得到合理嘅照顧。呢個係中國方面講嘅。而家俄羅斯安全方面最大嘅擔心其實係中國。所以呢樣嘢咧，係之後好快脆我就會睇到啊，即係同呢個一定去變成好啦。我哋講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更加有意思嘅一個問題，就係特朗普呢個人有冇可能攞到諾貝爾嘅和平獎咧？你睇佢上任啊，特朗普上任1月份上任到而家半年多少少。佢已經終止咗好多戰爭啦，以巴嘅戰爭啊，即係以色列同埋呢個哈馬斯以哈嘅戰爭，以色列同伊朗嘅戰爭，呢個印度巴基斯坦嘅戰爭，呢個剛果同盧旺達嘅戰爭啊，最近咧又係泰國同柬埔寨嘅戰爭，佢都愛過去講數。另外有一個叫做呢個亞美尼亞同埋阿塞拜疆嘅雙方嘅戰爭，都簽咗和平嘅呢個條約啦。幾多？半年嘅啫喎，係咪1個月搞一件好犀利啊？而家如果搞掂咗俄烏戰爭，咁咪最大嘅和平嘅一個和平獎嘅俾佢啊！所以呢個 Nancy Pelosi 都講啦，如果特朗普係可以呢個促成呢個俄烏嘅和平，並且係有條件啊，並且係幫烏克蘭攞翻克里米亞同埋頓巴斯地區。咁啊，我就提名佢係攞呢個諾貝爾嘅和平獎。當然啦，我同大家講呢個可能性好低，因為克里米亞係冇可能俾翻呢個烏克蘭嘅，頓巴斯嘅地方應該都冇可能，可能而家烏東4個州，頓涅斯克。呢個盧甘斯克、頓涅斯克係大部分係呢個俄羅斯佔咗呢個地方，呢兩個地方俄羅斯一定會 keep 住嘅。另外扎波羅熱同埋赫爾松可能一部分會還翻俾呢個烏克蘭，另外一部分佢哋自己 keep 住。好簡單，呢個歷史上面嘅原因我哋就唔好講啦，因為頓巴斯係呢個成個頓巴斯呢個地區啊，係被俄羅斯視為佢工業時代嘅一個明珠，因為有頓巴斯先至有俄羅斯嘅工業化好重要對佢哋嚟講，所以即係佢哋會覺得呢個係佢哋嘅心臟地帶，俄羅斯經濟嘅心臟嘅地帶。呢個克里米亞都係1950年代先至劃咗去俾呢個烏克蘭嘅，所以而家佢又認為，既然你唔同我玩啦，而且同我關係越嚟越遠，我有乜可能繼續將嗰一塊嫁妝以前嘅嫁妝嚟嘅俾你啊？我攞翻嚟啦，唔俾啦呢一件事當然係即係歷史上面有好多呢啲原因。歐洲人呢，歷史上面你睇佢嘅戰爭，佢嘅領土成日都變嚟變去，包括呢個俄羅斯、前蘇聯都係咁樣，德國、波蘭、
你睇下呢啲國家，如果過去100幾年啊，嗰個領土變嚟變去，變嚟變去嘅，所以歐洲咧係有一個教訓，就係領土係可以攞嚟交換嘅。交換乜嘢？交換和平，因為人先至係最重要嘅，人命先至係最重要嘅。其實毛澤東都有講噶，佢如果有人而冇地方，以後我哋都會有地方，係咪？如果有地而冇人，我以後呢個地方都會濕。呢個毛澤東講嘅，所以佢不嬲佢都唔係好在意咧搶地方，佢要咩？搶人腦啊！佢要即係呢樣嘢。其實對於所有國家都差唔多，都差唔多。所以歐洲人對領土睇嘅冇中國人睇得咁緊要。游牧民族同埋農業民族會睇領土睇得好緊要。因為佢靠住呢個地啊，靠住呢個土地佢嘅經濟同呢個有關嘅，所以佢嘅文化、佢嘅文明發展咧，都係睇呢個好重要。好似而家中國人咁講，好似寸土不讓就點其實嗰樣嘢咧，都係睇政治嘅啫，都係睇政治。政治係一種妥協嘅，係一種妥協嘅一種技巧啊。有啲時間咧，你係需要妥協，你唔一定要大家攣過攬炒，唔一定嘅。幾時要妥協？妥協到咩程度？點樣爭取？呢啲先至叫做政治。如果冇妥協，只有鬥爭，嗰個就唔叫做政治，嗰個叫做戰爭。一定係咁樣嘅。所以而家咧就係我哋睇未來會發生乜嘢？當然，我哋睇地圖都知。我哋睇地圖，美國人咧會一定喺全部力量調翻去過嚟亞太地方所以對中共嚟講係好大嘅壓力中共咧而家真係好唔妥，因為北京嘅政治、中國嘅經濟，尤其7月份經濟加速向下，呢個係我哋聽日或者過2日同大家總結一下最近中國經濟嘅問題，其實係好嚴重嘅問題。咁雪上加霜就外交方面咧，都係地緣政治方面都幾尷尬嘅一個而家呢個情況。希望咧嗰個天意多俾啲壓力希望咧共產黨去睇清呢個現實，睇清呢個未來嘅趨勢。好，今日咧就同大家講咁多。好就同大家講咁多咧，因為呢個比較悶啲同大家講下外交嘅問題。以後咧有機會咧就再同大家講比較詳細嘅嘢。好，今日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